各位朋友啊，经常有粉丝问呢，说这个中日必有一战，尤其是在日本的一些华侨呢，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担心的。为什么中日必有一战，避免不了吗？这个事情呢，还真是现在来看呢，日本呢是属于无知者无畏，日本上上下下充满着认知者的偏差。所以看来啊，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高市早苗，如果是不被轰下台的话，中日可能近期真的是必有一战啊！当然，中国现在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但是呢，日本从来都是一个孤注一掷的民族，他们是爱好冒险啊，同时呢，也是没办法，认为呢，这个中国呢，从来就是一个老好人啊。自古以来呢，中国呢就没有踏上过日本的本岛，所以他们觉得，即便是打输了，还可以退回本岛，苟着啊过日子。所以现在呢，中国就必然要打掉日本的这个幻想才行，谨防小日子无知者无畏，再搞什么偷袭。当然中国现在的工业体量是不怕日本的偷袭，是吧？但是呢，前期的损失也会是相当的巨大的。所以这里边的逻辑今天深入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我敢断言，未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为何如此笃定？因为日本出现了严重的认知失调，他们坚信二战是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如果再次对华发动战争，日本一定能赢。而且这种认知失调不只存在于日本右翼中，而是日本社会的共识。他们从上至下都认为日本很强大，中国很弱小。日本内部如今充满了贬低中国的新闻。例如4月16号，日本新闻周刊一则文章认为，中国军队存在根本性缺陷，其抽象程度堪比川普的嘴和早苗的美。文中指出，特朗普的智慧无人能敌，而且美军彻底碾压了伊朗和委内瑞拉。就问你，中国看到这些怕不怕？还有一篇日本官方文章聊到了抗美援朝。日本认为，当时中国本土没有遭受到打击，是因为杜鲁门他善否决了麦克阿瑟攻击中国本土的策略。美国是爱好和平，保持了克制，但这让中国产生了一种美国不敢攻击中国大陆的错觉。哎呦，我操了，搜资料差点没给我气死。另外还有很多史文，我就不拿出来恶心各位了，我自己消化提炼一下。比如什么中国防空系统极易被美突破，中国后勤运输力量薄弱，伊朗战争让美国获得了对压倒性暴力的自信，美国将不再犹豫攻击中国本土，等等等等。你在吹牛的你总之就是各种迷之自信。除了贬低中国和吹捧美国，我在日本各路官方文章中还察觉到了日本侵略我们的狼子野心从未断绝。例如4月25日，一个日本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为日本本应该成为亚洲的产油国，却眼睁睁错过了中国大庆油田，这是历史的痛。你看，他根本没有为发动侵略而忏悔，反而是因为他没有抢到东西而感到痛心疾首。综合这些，如果是您来判断，您认为日本会再次铤而走险吗？答案其实已经摆在台面上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日本认知失调并不局限于日本右翼，很多人对日本还抱有幻想，认为一切都是日本右翼的锅。日本国内还是有反战人士的，但并不是。通过观察日本几任执政者，再结合日本社会反应，日本这种狂妄的认知失调是自上而下的，几乎整个社会都认为中国很弱小，日本很强大。因为如果社会环境没出问题，日本右翼是根本无法上台的。那么为什么一个被打败的侵略者依然会不知悔改？为什么日本服美国却挑衅中国，甚至幻想再赌一次？答案就藏在日本战后的历史叙事。两个因素，第一个关于日本内部，日本战败后拒不承认是中国打败了他们，侵略一个农业国家然后被胖揍，这会打击日本所谓优越感。所以原子弹、东京大轰炸、中途岛战役被日本无限放大，这样日本依然能够保留自尊，因为不是自己不行，而是美国工业太强大了。同时这套叙事还能够把日本包装成战争受害者，以此逃避战后清算。久而久之，日本社会就形成了
当年如果不是美国，日本完全能够碾压整个亚洲的错觉。日本有个很典型的课堂案例，在一场中日学生研讨会上，日本学生说日本是败给了美国，中国学生指正，难道没有败给中国吗？中国学生的这个言论让日本学生大为震惊，由此也能佐证日本学的历史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历史。第二个因素则关于美国。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日本，看似是要清算军国主义，但实际上美国是需要一个亚洲桥头堡，而一个被中国打败的日本显然无法胜任该角色。美国需要的是一个不惧怕中国的日本。于是在美国控制了日本新闻、广播、电影等宣传途径后，开始进行先期管制，任何日本败给中国的叙事都被禁止。这样一来，日本人的战败记忆就被剪成了一个方便美国使用的版本。而日本也正是在这套叙事里慢慢养出了今天这种扭曲心理，即当年我没真正输给你，今天我当然也不服你。尤其是如今国际格局，日本清楚美国不会再对自己动手，所以日本一直挑衅。但日本活在信息茧房中，而美国没有呢。美国智库的兵推清楚地写着，第一岛链已经名存实亡，美国其实在做战略收缩。所以日本国内如今甚至有了一种我都不怕，美国怕什么劲。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以前是美国借日各华，现在反倒成了日本绑美反华，而且危险的信号越来越明显。日本前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公开表示，日本不是大国，也不是强国，但是我们难道要安于现状吗？这一句话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要清楚，历史一旦丢失或被篡改，随着时间的流逝，想要复原会更加艰难。二战结束后，或许有一部分日本人认识到了错误，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日本记得这些事情的人会越来越少，而日本新生代在美日搭建的信息茧房中会越来越自大和蔑视中国，他们极有可能变成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转生，战争很有可能发生。一个人如果清楚自己的差距，那么行为反而可以预测，因为他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如果认知出现了问题，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可被预测，他就会把别人的克制当软弱，就会把自己的依附当筹码，就会把历史的失败当成还没打完的遗憾。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是不满意上次的结果的。那么巧了，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不过这次我们不接受投降。博弈的态势往往都是一子落错，满盘皆输。可以说，日本这步棋下的太过早的露出他的獠牙了。他看似是迈出了准备要崛起的一步，但高市实际上是踩错了博弈的节奏，是他亲手毁掉了日本发展的根基。要知道，无论是中美或中日博弈，最本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应该是崛起与衰落的最后终极对决。中国玩的就是拼了命的做大发展，增强国力，最好是在各个方面都甩开竞争对手几条街，这才是高端的玩法。而战争从来都是那些玩不下去的人所采用的卑劣手段，可日方偏偏就在这时候下了这一步棋，还敢摆出要跟中国开战的姿态，他哪来的自信？其实对付日本，中国早就出手了，只不过这套剧本没有按照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以热战的形式来进行。中方从来不会让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不过在这里也要说清楚啊，中日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会在当下这个阶段。第一，日本现在是没有能跟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权利的，也就是没有交战权。别看高市早苗在嘴上叫嚣的厉害，但政治操作的成分较大，他的和平宪法还没有完全性的被突破。因此在这个时候，日本不会无脑到去发动一场战争，但是持续挑衅的动作会不断。第二，中国也不会主动在这时候出手。当前中国在东亚的战略重心仍在于综合博弈与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塑造，被说我们需要的是稳步的积累更大的战略优势，跟竞争对手拉开距离。动手了反而会让我国陷入到一种战略被动，到时候日本一定会联合西方国家在舆论、在经济以及在军事上对付我国，借机在背后使坏。虽说中国人也不怕，但就是没那个必要。因此大概率中日两国都不会在这样的时期发生任何的军事摩擦。但是中方的国家主权是不会白给日方挑衅的。在这方面呢，还是那句话，你进一步我就更进一步，
现在我国已经出手实控了钓鱼岛，并且还借势顺手直接开发了东海的油气田。可以说这两件事从争议到实控，中国是率先完成了战略上的卡位，也就是先占据主动，打不打仗的事另说，老子要的就是先打搞经济。理论上讲，日本应该会厚着脸皮跟中国在东海的天然气能源一争到底，但博弈的态势就是如此，往往都是一子落错就丧失掉了主动权。现在日方反而还主动过来请求要跟中方谈判，落实共同开发油气田的问题。当然这是几天前的新闻，但日本都吃了闭门羹。但是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啊，箭在本子的面上是写满了战略被动这4个大字。一方面他很想要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但另一方面又怕遭到来自中国的打击报复，因为中日一旦开战，谁胜谁负从面上就能看得出来，并且中国要揍日本那是拿着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合情合理合法。他唯一敢赌的关键变量，敢嚣张的资本就是赌美国会亲自下场跟中国死战到底。但是这可能吗？就连前自卫队军官都说了，中日开战，美国只会有限度的介入。所以日本现在唯一能打的一张安全牌就是集体防卫权。所以我们别看日方搞的那些个大佐二佐穿越时空回魂到现代，看起来挺唬人，实际上那些大佐二佐没什么实际意义，他们顶多就能回魂到现代来开大佐桑拿店搞搞足底按摩，了不起了。日本真那么牛掰的，就别让他的那些个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求着中国开放资源给日本。所以由此可以看出，高适的步伐一下子迈得太大，他只想着要日本拥有战争的权利，但他却看不到日本这个岛国很难在这样的年代继续支撑军国主义复辟的野心。我可不是乱说啊。首先第一，由于遭到中国出台的军民两用物项的管制，日本的工业、军工业以及医疗行业等等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产能的下滑，这一点任凭高适早苗的嘴再硬，他是绝对拗不过现实的国情的。这么说吧，日本跟中国都是向外输出型经济国家，但那个最大差别就在于中国能搞定原材料以及技术加工型材料的供应，日本就很难办到，它必须要有所依赖。所以东北亚的发展局势可以很清晰的看懂，那就是合作共赢、产能互补、供应链互补。然而高适早苗就偏要往军国主义的方向往死里转。既然日本想要战争，那我们就要来看现代战争拼的是什么？是工业的产能跟财政经济的极限碰撞。简单来说就是打仗你得要有钱吧，工业产能要跟得上吧。但日本现在是什么情况？在经济上，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增发国债扩军，另一方面还要去印钞来还利息，而这么做的后果无不都是造成通货膨胀，要么就货币贬值。经济下滑了还不算，在产能方面还受到控制，没有了稀土，少了原材料，它的产能要如何提拉得上去？你就顺着推理，没有了产能，你让那些大佐拿什么打仗？你以为仅凭日本现有的这一点家底，到了开战的时候够用吗？是完全不够的。中国之所以对日本进行军民两用物项的限制，目的就是在告诉日方不要妄动战争的念头，特别是不要不自量力的来挑衅一个拥有着强大工业基础、有着巨大军工产能的国家。当然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对我国军工产能这一块没什么太大关注，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板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量不多，而且产能也很难有个具体数字，都是个大概。但我还是想稍微的在视频里说一说这板块的内容，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工业产能就是我们制胜的法宝。首先根据一些资料的显示，中国在非战时状态下的导弹年产能可达到 2.8 万到5万枚之间。这是什么概念？这里头包括了所有细分的各类型导弹的总量，你比如对地对空、反导反舰、中近远程的导弹等等，尤其是我国射程能达到包含1000公里以内到3000公里范围的中近程导弹。这类型的导弹由于我国的技术相对成熟，且产业链配套的也十分完整，所以在产能方面量自然就比较大。甚至有的资料还说，在我国现有的导弹库存之上，早就生产好了一批这类型的导弹组件。你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东风16以及东风15B，这两款主要用于中近程打击地面固定目标的导弹，一到战时的状态就能立刻组装马上发射，并且这些消耗型的导弹，我国的日产能预估在过千枚以上。如果再配合无人机蜂群的打击战术，大家可以想一下，日本到底是有多少枚反导弹药来拦截我国的这种大批量的工业品？这真不是在开玩笑啊！这种绝对性的优势，日本总不能装个瞎子，故意装作看不到吧？并且在全球导弹的存量以及品类最齐全的国家，除了中国，你还能找得出第二家吗？因此，跟一个工业大国开战，这真不是凭着日本那几个赌徒带着那点侥幸可以打赢的心理就可以乱开赌局呢。所以日本经常嘲讽中国，总说后现代的中国人没打过仗，只会纸上谈兵，但是导弹我们总会用吧。所以日本倘若继续铤而走险突破和平宪法，那等待它的将会是一个产能火力全开、资源在手且意志坚定的中国。